我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挥拳把继父一家全部打趴下，只因这群人不仅想霸占我家房子，还要占我城市名额把我赶下乡。此时继父赵德贵捂着脸嚎叫起来，骂我是小兔崽子竟敢动手。我对着他的脑袋又是一拳，告诉他打的就是他，问他知不知道私闯民宅是犯法的。他那2个儿子见状立刻朝我扑来，我左右开弓，一拳砸在左边那人脸上，同时抬脚踹向右边那个。赵德贵的女人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出去报警，我正要去追剩下那几个想逃跑的，几个警察和街道办的人冲了进来，喝令我住手。我立刻向警察表示他们来的正好，这群歹徒闯进我家抢房本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警察都愣住了，刚才那女人报警说是继子行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女人哭嚎着指认我说他们刚回家我就动手。警察转头问我情况，我从兜里掏出户口本和房产证递过去，这些都能证明这是我家。警察翻看后确认这确实是我家，那他们就真是非法入侵了。这时负责验伤的警察过来汇报，3人倒地，2人重伤，2个伤者情况危急，一个以后别想吃饭了，另一个只剩一口气。所长看着我直咂舌，说我下手够狠。那女人张牙舞爪扑过来要我还她男人和儿子的命，我抡起拳头就要打，被所长拦住了。他算是看明白了我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一个民警过来报告说问了邻居，这家人经常来骚扰，从我母亲在世时就隔3差5过来。所长问我具体情况，我红着眼睛说起往事，这畜生是我妈工作时认识的，假装好人骗我妈信任，趁我妈生病下药害她说不出话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打不过她只能忍着，直到我妈去世他们总来要房本，还到处说是我继父。今天上午他们把我打晕后跑了，我刚醒他们又来了，这是要逼死我。那女人还在叫嚣说我妈都死了，房子就是他们的。我猛地站起来说要送她去见阎王，那女人顿时吓得缩了回去。所长一声吼说私闯民宅被打死也是活该，那女人立马老实了。所长皱眉问我刚才不是说不认识他们吗？我解释说刚醒过来没看清是谁，进门就抢房本还动手，哪有闲工夫仔细认人，现在倒是认出来了。所长明显不信我这套说辞，那女人又开始嚎丧说活不成了。我一声暴喝问她要不要去见她男人和儿子，让她别在我家嚎丧。那女人立刻闭嘴惊恐地望着我，心想儿子男人没了还能再找，要是现在跟着去了可就真回不来了。所长下令给她做笔录，警告她要是不说实话就等着吃牢饭。女人1五1十全招了，所长气得拍桌子，原来赵德贵这王八蛋为了让自家儿子媳妇进城，硬要逼我下乡顶名额，还想霸占我家房子。所长命令把他带走，那2个伤者有气送医院，没气直接送太平间。所长正要走，街道办的孙干事发话了，让我准备一下半个月后下乡。我当场质问，我根本没报名，再说我家就剩我一个，哪条政策都不符合，这是强行指派。孙干事说我报过名了，我火冒3丈，问他什么时候去报的名，说不清楚我就去区里告他们街道办。孙干事支支吾吾说是赵德贵帮我报的名，我怒问赵德贵算老几，随便什么人都能替别人报名，我要去区里问问他们这是渎职。孙干事慌了，说我这一告他们就完了。我告诉他我绝不会下乡，逼急了我跟他玩命。孙干事顿时怂了，今天亲眼看见我干翻5个油部的他不信。所长也来气了，质问他们怎么办事的。我冷笑道这位孙干事8成收了赵德贵的好处，合谋霸占我家房产。孙干事连忙否认，我步步紧逼让他解释为什么姓赵的能给姓陈的报名，他家人又是怎么把户口弄进城的。孙干事又卡壳，我怒吼道谁写的我名字谁下乡，逼急了咱们就玩命。他说我这是对抗政策，我骂他你遵守规章制度了吗？抡起拳头就冲过去要打死他。孙干事吓得屁滚尿流求饶，所长一脚把他踹开，我的拳头擦着他耳边过去了。我问所长能不能天天给他当保镖，还不信没地方说理了，我先去区里告他。说完就要走，孙干事怕工作没了赶紧来拉我，我骂他滚远点，我又不是他爹还得替他考虑。这时街道办的钱主任来了，说这事他也刚知道是孙干事工作失误，我的名字报上去已经批下来了改不了了，问能不能谈谈。我拒绝谈判，说谁给我写的名字谁去。钱主任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头一回碰到这事。孙干事出问题他心里也不好受，我说没工夫跟他们扯淡了，还以为他来能给个公正的结果，还是一样，我还是去区里打听打听，实在不行我带着孙干事一家找阎王爷报道去。所长也跟着劝我谈谈，说谁也不想出这样的事。我说现在我家庭情况就这样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还经常有人欺负我，今天我是豁出去了。钱主任当场宣布孙干事被开除了，让他收拾一下回家。孙干事着急了，求主任救他，说不能没这个工作。钱主任说想被查进监狱也成全他。我冷笑道以为把他开除就没事了，我还要被迫下乡，不把我名字拿下来这事不算完，我和街道办同归于尽。钱主任没想到我这么难缠，本来想着给孙干事放几天假，等我下乡了再叫回来，没想到我盯着的是下乡。他问能不能通融一下大家相互理解，赶上我不用下乡了。我反问要不让他儿子替我去，到他这怎么就不能相互理解了？我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，没时间和他们扯淡了，我去区里要说法。我背着大牌子跪着进去，钱主任被我逼得喘不过气来，问我非要把事搞大吗？我说是他们不干人事，说完就走了。钱主任和所长还有孙干事傻眼了，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。钱主任气愤地说都是孙干事干的好事，弄不好他要进去。孙干事感觉天旋地转，骂我真狠，非要整死他。我来到了区政府，在登记处说找区长办事，写上自己的名字后直奔3楼，找到办公室轻轻敲门，里面传来回应。我推门进去，看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正抬头打量我。我开门见山自报家门，叫陈默，有个问题想咨询。区长示意我坐下。我问下乡报名能不能代报，还有强制下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。区长说一个一个来，首先下乡必须本人报名，其次有工作的、已婚的、独生子女都不用下乡。我说问题来了，我们街道办让一个姓赵的替我报了名，居然还审批通过了，我是独生子女，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用不用下乡？另外我这是替谁下乡？区长脸色一变，立刻抄起电话叫钱主任过来，说我都找上门了，让他们自求多福。钱主任摇头叹气，带着孙干事赶到。孙干事慌了神，求主任救他，这年头铁饭碗砸了可怎么办？钱主任说他都被连累了，不好收场，别忘了我那脾气，要是解决不好，我真找他家人拼命怎么办？区长让他们自己擦屁股。钱主任强忍怒火承认是自己失职，说孙干事是新来的，有人来报名他就给
登记了，他们接受批评。区长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理，让人稀里糊涂下乡是孙干事主办的吧？孙干事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工作失误。区长当场宣布孙干事被开除，另外要赔偿我500块，前主任也要负领导责任，降为副主任，同样赔偿500，新主任另行安排。区长又对我说名字已经批下来了，改不了了，让街道办负责给我置办下乡用品，再给1000块补助，问我看行不行。我心想早这么痛快，何必闹到这步，便同意了，说区长同志很公平。我灵机一动说还有个想法，都是孙干事的问题，让他一个人担责就行。区前主任这能办吗？前主任赶紧应承没问题，包在他身上。区长说就按我说的办，不给前主任降级了，不过检讨报告还是要交的，然后摆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。前主任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孙干事哭丧着脸跟在后面。回到街道办，前主任忙活了20分钟，给我拿来2000块钱，一套厚实的军用被褥，2套还有个枪套。我道谢说这事就算翻篇了，拎着东西离开街道办回到家，地上的污渍还没清理干净，我打水把地擦了好几遍，这才打扫干净。打开枪套，里面是把崭新的560半自动步枪，看得我爱不释手。枪套里还装着200发子弹，不过我觉得不够，得找机会去黑市再弄点。我把下乡的材料和物资都收进空间，临睡前看着这间屋子，心想这也是我的财产，走之前得想办法卖掉。半夜3更，我悄悄溜出家门，熟门熟路摸到黑市。以前常来直接找到军火贩子，那人问我要枪还是要子弹，我说都要。他领着我进了里屋，我撇嘴说就这些破烂。他说别急，里头还有好货，带我进了最里面的密室，里面枪支五花八门，都是崭新的5.4式手枪。我问一对多少钱，他笑说买枪还成双成对的，2支220附赠50发子弹。我要了2把，再加200块钱的5.6式步枪子弹。那人麻利的取来手枪和步枪子弹，直接给了个原封未动的铁皮箱，上面标着1000发的字样。付完钱，我趁着夜色把东西收进空间，接着又去买了各种生活票证。接下来几天有的忙啊，能想到的东西都得置办齐全，顺便把父母留下的房子也卖了。等一切准备停当，周干事送来了火车票，他把车票递给我，我接过来发现还有张纸，是介绍信和下乡地址。周干事说完就匆匆走了，他还得去别家送票。我把东西收好，心里总算踏实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拎着2个旅行袋来到火车站，站台上人山人海，都是来送行的家长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孤单，居然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。这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说是来送我的。抬头一看，竟然是好兄弟李海峰。我嘴上说就下个乡还劳他跑一趟，心里却暖洋洋的。他让我少来这套，到了地方记得写信，要是不写他可要去找我算账。我知道他就是说他马上要参加工作，哪有空来找我，但信肯定会寄到。我让他忙他的去吧，我得赶紧上车找座位了。李海峰说我上车他就走，挥挥手目送我。我拎着行李踏上火车，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我把行李塞到架子上，又探头往窗外张望，看见李海峰还在站台上。我让他回去吧，在家等着我的信。到了北疆草原牛肉干管够，到时候给他寄几大包。他说回来可就等着了，一路顺风。李海峰看我安顿好了，这才放心的离开。站台上其他知青的父母还紧紧攥着孩子的手不放，直到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，那些紧握的手依依不舍地松开。火车开动后，原本哭哭啼啼的年轻人们渐渐平静下来，离别伤感很快就被新鲜感冲淡了。对面座位的小伙子主动搭话，问我是去北疆草原哪个地方。我说是青云盟，他说巧了，他也是，说不定能分到一个地方。他自我介绍叫周建国，热情地伸出手，我跟他握了握。我俩掏出介绍信一比对，可惜差了点没对上。他说不错了，好歹算老乡，说不定哪天骑着马就去看我。这缘分已经很难得了，有空他来找我。我俩一路聊得热火朝天，车上的人越来越少。2天2夜的颠簸后，终于到了青云盟。这里的空气清新得很，白云低垂，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。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漫步，牧羊人骑着骏马，牧羊犬欢快地奔跑。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片草原。周建国还没下车，就趴在车窗上痴痴地望着碧绿的草原，久久不愿回头。这还只是秋天，要是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，景色肯定更美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忍不住大喊北疆草原我来了。周围人像看傻子似的瞅着我。一个姑娘偷笑说傻人有傻福，到哪都像回家。另一个姑娘说不想跟我分一块。一个男生阴阳怪气地说希望我是笑着冻死的。我扭头看向他们仨，说他们愁眉苦脸的，难道知青办能可怜他们，让回去吗？还不是得留在这。想想当年长征的前辈们，咱们这条件算啥比他们强多了，至少不用徒步到了还有住处。最先说话的姑娘若有所思，说别忘了前辈们还得躲飞机大炮呢。我说咱们坐火车来的又不用打仗，愁什么？在城里能随便吃肉吗？在这遇到狼那就是加餐，平时的伙食我不清楚，反正不会饿着。这牛羊遍地还能缺肉吃。另一个小伙子听着都要流口水。有人喊到站了，别趴在窗户了，这节车厢就剩我们5个人了，赶紧下车。我拎起2个旅行包，跟着周建国他们一起下了车。姑娘们一下车就被美景吸引住了，我心里暗笑，等他们适应了草原生活就知道这里的苦了。现在感受的是视觉冲击，等面对生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表情。工作人员指着4辆大卡车喊额尔古齐的人员上车。我和周建国还有1男1女上了这辆卡车。上来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知青，工作人员开始点名确认都到了以后，关上了后车厢。随着卡车的颠簸，我知道出发了。4个小时的车程才到了一座特别落后的城市。工作人员让我们都下车到知青接待处登记个人信息。这些知青提着大包小包下了卡车，众人自觉地排队填写个人信息，然后领到了新的分配地点。我接过新的地址一看，和自己原来的报道证明没有出入。不过这17号地区萨人家是怎么回事？我问工作人员萨人家是怎么回事，他说来这里下乡没有固定的知青点，直接住在牧民家里。我问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他说不是，我要去的地方人口太少了，没有一点农田，都是牧场，人口太过于分散，单独生活很难适应。知青办决定让我们和牧民住在一起。我问一起去的有多少人，他说6个，其他人都笑了，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就6个人被分到那个艰苦的地方。我看看蓝天，心想你再没我也想骂你一句，把我送这儿来受罪的吗？没有，一样是顺心顺意的。到了最终地点还是近似于无人区的地方，不用想专职的牧场人口能够
够密集吗？我看着和自己一样悲催的周建国笑了起来。周建国问我还傻笑，啥都这样了，看我那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。有个和自己一样的倒霉蛋，两个人都读懂了彼此的意思，都在为找到一样的倒霉蛋而开心。我说一点也不担心，这个位置和3个省交汇，还有这么大的草原，我是领主好吗？有2位同志赶着马车说送我们几个去住处。我问还用坐马车吗？觉得不会近了。他们说18公里呢，不坐马车哪行？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，一辆马车2个人送我们，每个人还背着步枪。我问我们是知青不是犯人，用得着带枪押送吗？周建国也说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没干过啥危险的事，至于吗？2位同志笑着说带枪是怕遇到狼，就我们2个小鸡崽子用得着带枪。周建国惊讶地问这还有狼？同志说这可是北疆草原，除了人和羊还有一个大种群，那就是狼。我没有露出惊恐，反而有些兴奋，说那不是有肉吃了吗？这2位送我们的同志觉得我是个傻子。狼袭击牧民的时候都是几十匹或者上百匹。周建国问牧民有枪吗？我们会发枪吗？工作人员说当然有，让我们看看屁股底下做的袋子。我把袋子打开，里面是2支560半自动步枪和500发子弹。我兴奋地问2支都是给我的吗？工作人员说这2支步枪都给我的话，周建国遇到狼用拳头吗？我发现自己就喜欢白日做梦。周建国说我不仗义，见到好处真往自己怀里划，一点也不管别人死活。我狡辩说担心他不会用枪，放到他那里岂不是浪费了？周建国不忿地说自己不敢说搂着枪长大的，但12岁以后枪就是他的玩伴。问我说他会不会用枪？我说没看出来他还是个老手，有这样的邻居我就安全多了，以后经常来找我。周建国说好，说让我把肉攒够了他一定会来。我和周建国在车上打打闹闹，随着工作人员说周建国到地方了，我笑了，就一个大大的蒙古包，门口趴着2条狗。从蒙古包里走出来一对中年夫妇，男人长得非常壮实，女人面色发红，穿着蒙古族的袍子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下乡知青，叫周建国，先前说过的技术人员。汉子和周建国拥抱一下说欢迎，自我介绍叫阿木尔。我把周建国的行李和旅行包递给他，他问我的枪怎么不给他，真想让他喂狼吗？他说知道我住哪了，有机会来看我。我说一定。我也发现了去城里一定会路过他这里的，能不来看他吗？让他别想我。我笑嘻嘻地坐上马车，周建国被阿木尔一家迎进蒙古包，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进发。我好奇地问同志，他们一大家子还多了个周建国，就一个大蒙古包怎么住？工作人员说这是蒙族兄弟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生活条件艰苦，哪有那么多蒙古包？人口多就做一个大一些的，不像城里人口多就多买几间房，在这里没这条件。他说从解放以后国家一直不富裕，城里的生活都很紧张，何况这里本来就艰苦，粮食都靠买，也不能天天吃牛羊，他们也是有配额的，不是放开量随便吃的。又进发了1个小时左右，工作人员指着前面的蒙古包说那就是我要生活的地方，也是萨人家。我傻眼了，这么小的蒙古包还有地方带着口子，这能御寒吗？工作人员喊了一声萨人，先走出来的并不是姑娘，而是一个小男孩的脑袋从门帘子后面探出来，门帘子撩开后走出来一位姑娘，穿的蒙古袍挺破旧的，但是掩饰不住姑娘的美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就是来他家的知青，叫陈默。萨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欢迎我来到他们家，介绍自己叫萨人，弟弟叫腾格尔，虽然弟弟年龄小，但是家里的男人。我说你好美丽的萨人，我的到来给你们带来了麻烦。萨人高兴地邀请我进去，腾格尔说要帮我还以为他要帮我拿旅行包，没想到这小子直奔步枪。工作人员说我已经到地方了，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要回去了，我不等出来送。萨人说他们往返一趟很危险，在这北疆草原里随时都会出现狼群，我问咱们的帐篷，我看有漏的地方，狼来了能安全吗？萨人说不用担心，他们有长矛，还有几把弯刀，家里还有1支步枪呢，狼群发现进不来就会自动离去的。我不难想象这样的蒙古包被几十匹狼围着不停往里闯是什么场面，这姐弟俩当时得有多恐慌。腾格尔把5、60步枪拿出来，说这次有好家伙了，有了他3个人就安全多了。萨人也非常高兴。我说明天找点材料把蒙古包重新维护一下，问我们家有没有羊群和马匹。萨人说今年的任务已经交上去了，每个月会有人来送肉和粮食，只不过粮食不多，弟弟小放不了那么多的羊，远处也不敢让他去，所以给的粮食也不多。我说我有口粮也能弄到粮食，这点不用担心，我们先解决冬天的御寒问题，不然大冬天刮起老北风冒烟雪，我们3个还不得冻死。我想要趁着现在温度还不错搭建木板房，我空间里最不缺的就是木材，搭建一个厚重的木屋不成问题。萨人说咱们家买不起毡房，我说这是男人来办，到时候他们姐弟帮忙就行，我很有信心。萨人看我这么有信心，也就不再争辩了。夜幕降临，草原上星光点点，萨人指着毡房内的一块空地说那就是我睡觉的地方。我傻眼了，这块空地还有草呢，也对他们姐俩，一个类似地毯的东西铺在地上，上面就是他们2个人的行李，这也难不住我。我从一个旅行包里拿出来一整张熊皮，然后铺在地上，萨人都看傻眼了，这么好的熊皮，黑色的毛闪闪发光，睡在上面得有多暖和。我铺好了行李，找出来缝针，把一处大口子用一张狼皮给补上了。萨人和腾格尔很开心，补好了夜里不会进来风。3个人吃的是我带来的食物，包子和馒头，他们姐弟2个开始还不要，我说以后是一家人，这才接过吃的。我晚上也睡不着，自己一个大小伙子在50公分的距离处还有个漂亮姑娘，虽然是脚对着脚，但是忍不住有无限的遐想。当我正在折磨自己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了一声狼笑，我脑海里的姑娘不见了，一咕噜爬起来拿过身旁的5、60半自动步枪。萨人和腾格尔也起来了，手中拿着红缨枪和弯刀，姐弟俩好像习惯了，提醒我一声狼来了，就各持武器，各自守着毡房薄弱的地方。看得出来这样的情景不是第一次了。我已经走到门口了，萨人让我不要出去，说他们已经包围了咱们的毡房。我听到了蒙古包顶上有东西跳上来了，果断开枪，有东西滚落的声音，好多狼都在嚎叫。我把步枪的刺刀安好，萨人看到我手中的步枪放心不少，刚才应该是打死1匹狼，让他安心多了。腾格尔拿着刀神情紧张地盯着毡房，萨人也倾听着野狼撕咬毡房的声音，准备着随时发起攻击。外面传来野狼嘶吼一声，狼群发动了攻击，我清空了子弹，外面传来了狼的哀鸣声，应该是有狼受伤了。我说要出去看看，萨人
人神情紧张，让我不要出去，说外面会有很多狼。我说没事，让他们看好门，我不想和狼群隔着毡房对峙了。我给枪加满子弹，拉开门帘子出去了。周围都是狼，我出来就开枪。由于距离近，正好在我的控制之内，6匹狼被我打中了，步枪子弹没了，左手出现一支手枪，冲上来的狼又被打死了3匹。再换枪怕是来不及了，我收了手枪，双手端着步枪，大约还有17、18匹狼。我大喊一声来吧，刺刀尖略微向下，狼群向我冲过来，第一匹迎面扑过来，刺刀上抬一条，狼最后的凶狠画面定格，我一抖枪把狼扔下去了。第二个挺刺，一匹狼还没起跳就被刺刀捅到了脖子，第3匹扑到了被我一脚踢出去，第4匹狼被我回转的枪托子撞击到了脑袋，我扭一下身子用刺刀捅狼脖子，地上多出来3具狼尸，一匹个头超大的狼扑过来，我矮身躲过去，迅速转身，刺刀捅到这匹狼的肚子上，这匹狼受伤了一声吼叫，带着狼群跑了。他在跑的时候还不忘回头看看，我愤怒地喊了一声滚，狼群彻底消失了。萨人出来了，看到地上的狼尸还有刺刀，看向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这是草原上的英雄。腾格尔也出来了，兴奋地喊我哥哥，说我真厉害，是英雄。我冷静下来了，刚才战斗的时候热血沸腾，这会儿冷静下来了。我说把狼尸拽进来吧，把远处的狼尸拽回来。萨人说的把他们的皮子和内脏掏出来，内脏在肚子里腐烂得快，狼的内脏没法吃，赶紧剥皮掏内脏。这是我还真不知道，我对这个没经验。3个人忙得不亦乐乎，就连腾格尔都会剥皮，剥下来的狼皮搭在蒙古包上，整整16匹狼。萨人高兴地说够我们吃一阵子了。我问能储存吗？他说可以做成肉干，他会做。我说那可太好了，狼群下次得什么时候能来？我现在还有点期待了。萨人说我傻盼着他们来干啥？说上次来狼群就从我今天缝上的口子把脑袋都伸进来了。萨人说这事的时候还有点后怕，真难为这姐弟了，不知道他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要吃的不够，每天晚上还要祈求不要来狼群。今天有这么多的狼尸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。3个人忙碌到天明，终于把这些狼肉都用大锅给煮了，里面还放了盐巴。蒙古包上和地上都铺满了狼皮。清晨的草原，朝阳初升。我说我守着让他们回去再睡一会儿，昨晚和狼拼的那么累。萨人说还是让我回去睡一会儿。我说我不累，让他们回去睡觉，下午再出来换我。把他们推进毡房里，萨人领着弟弟进去了。我把空间里的木材去皮，然后在两端加工出凹槽，在毡房旁边清理出来一块平地，光滑的木材都放出来了，然后一根接着一根的摆放成长方形，两头的凹槽卡在一起，木材整根严丝合缝的拼到一起，直到2米多高了才用木头在两端头梯次向上固定，到最后成为2面山墙，用长木方子连接起来，用6寸钉子钉上，最后就是木板子钉在房顶上，最后用汽车的扇布铺在房顶上。这一大块扇布还是李海峰给弄来的，用木板条固定好了，这才在房子顶上去铺黄泥，上面铺盖一层麦秆用于防雨。麦秆是我空间的麦子成熟，在房子的4个内角挖1米深的坑，用4根木头立着埋起来，顶端略微有点高，用大锤砸进去顶在横梁上，在房间里面铺上木方子，这就是厚重的地板。紧接着就是榫卯结构的木床，整个房子没有留一扇窗户，他们不需要窗户，这里的狼太多了。这栋木屋10米长6米宽，在木屋一头用石头砌住一个土烟囱，到木屋预留的孔，土烟囱也留出来一个孔。我把铁匠炉子拿出来安在房间里，炉筒直接从预留孔探出去插进烟囱里，然后用黄土泥把炉筒子包住。我用柴火点燃了，紧接着放入煤炭，炉子被烧热起来。我为了烘烤一下房间里的潮气，腾格尔大呼小叫的问我是不是草原大神这么快盖好了房子。萨人也出来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说有这么坚固的房子在，多少狼群也进不来。我把煤油灯点燃放在房间里，整个房间亮起来。萨人说我太厉害了，自己会盖房子，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木材。我说打听到远处有山就去了几趟，没去打扰他们，想自己先干着，没想到搭建完了。我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从内心里感觉很满意。我说我们来这边住，原来的毡房做厨房，以后做饭和吃饭都在那儿，明天再去弄点木材把周围围起来。萨人对我的好感更甚了，美滋滋的告诉我去洗手吃饭了。我说知道了，去拿点东西。到了房子西山墙，从空间里拿出来1袋子白面，1袋子大米，还有1袋子土豆送进毡房。萨人问这是我的粮食吗？我说这是我们知青分到的粮食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信，反正没抓到现行东西在这，我说啥就是啥。萨人有着典型的蒙族姑娘的性格，高兴就是高兴，不开心也绝不强颜欢笑，更不会大事小事都害羞个没完。我说先吃饭，吃完饭就搬家，今天晚上就不用管狼群不狼群了，安心睡觉就成。萨人笑容满面，腾格尔也特别开心。3个人吃完了饭，把自己的行李抱着搬到新家，3张床并排放着，2个床之间还有1米半高的木板隔开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空间，只不过没有门，只用1张木板隔开，这样还不耽误说话聊天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萨人把自己的行李抱到了中间这张床，腾格尔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他姐爱睡哪儿睡哪儿。我本来以为腾格尔会睡到中间，萨人住在中间挺让我意外的。当我填炉子的时候，才知道萨人为什么住在中间了。只有中间这张床2面都有木板隔着，两侧的床都有一面是敞开式的。一个姑娘正在睡觉，你在屋里转悠，还有什么私密？这间房里点着炉子，冷风进不来，温度高很多。萨人和腾格尔感觉自己住上了别墅，兴奋的睡不着觉。我问萨人我们家靠什么为生？我来到他家，1只羊没看到，1匹马也没看到，就一个破蒙古包。萨人说开春的时候要去畜牧站牧场领取马和羊，咱们家是有马的，有4匹马呢，放在家里怕冬天被狼吃了，再一个也没有草喂它们，政府帮着有困难的牲畜过冬。我说来年咱们搭建一个更大的羊圈和马棚，以后就不用把牲畜送到畜牧站了。萨人问也是这样的吗？我说是啊，不然防不住狼，有多少都得让他们给吃了。我问咱们放羊怎么给工钱？萨人说给啥工钱？放1年羊领取多少还回去多少，剩余的羊能分到一半。我问咱们家还存多少只羊？萨人说还有3只羊，留着过年的时候再吃，他怕我领回来一次性吃了。我问畜牧站有猪分发吗？萨人说有，不过不多，领猪的人家也不多，他不想养猪。我问阿穆尔家也是这些羊吗？想打听打听具体情况。萨人说他们家存的羊多，人家放羊的人多，每年能放1000只羊呢，到年底能分好上百只羊，他们家可富裕了。
萨仁和腾格尔都羡慕。我说来年咱们家也放1000只羊，2000只羊也行，我再去买几支枪。我说我这里有2支手枪，给他们2个留着防身。拿出来2支勃朗宁，递给了萨仁和腾格尔。没想到他们2个都会用，3个人当中最高兴的就是腾格尔。腾格尔说他好喜欢这支枪，以前要是有这支枪，姐姐就不用害怕狼群袭击了。我说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，将来腾格尔会有吃不完的羊肉。我问萨仁羊多了可以售卖吗？萨仁笑着说分到手的羊就是自己的，可以卖给畜牧站，他们给钱和票。自己家里来的男人除了有一身武力，其余的啥也不懂。我说睡觉吧，明天去弄点柴火，咱们家可不能烧牛粪，那东西太脏了。萨仁有些惊恐的劝我说离山挺远，让我当心不要走得太远回不来。我说天下之大就没有我去不得的地方，让他放心，我能去就能回来。我没想到还有山，远点就远点吧。萨仁说哪天把咱们家的马和车领回来。我好奇的问马车，萨仁说是乐乐车给我当起了老师。他笑呵呵的探出脑袋看向我，这个男人对什么都好奇。他说乐乐车和汉族的马车不一样，人家的马车多数是乘坐的带着一个小拱棚，能坐2到4个人，车轴也比较短，后面还可以加长，迁徙的时候能放家中的物品。我说好像知道一点，不好意思的挠脑袋。萨仁觉得这男人挺有意思的，还有点看不够。3个人实在是困了，这才睡着了。一早起来，我用空间把收来的那些铁块挤压成5毫米厚的大块钢板，在钢板上探出来一些拳头大的窟窿，用油锯在房子的前后开出来2个窗户，在外面把这2张大号铁筛子钉在窗户的位置，在里面又做了木板窗户，可以从里面关上。冬天的时候就不用打开了，夏天的时候还能通通风。这个季节白天可以打开里面的木窗，多少能进来一些阳光，木屋里还有些光线。腾格尔喜欢的不得了，终于不再是黑暗一片了，也不用一直点着煤油灯了。第2天我就出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萨仁和腾格尔还在木屋里担心我已经回来了，在外面把60厘米长的短木头在木屋周围码成院墙。萨仁被我惊到了，问我怎么弄回来的这么多木头，还有这么多木杆子，光靠人就弄回来这么多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说我有的是力气，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倒回来的。萨仁说下次他和我一起去。我心想这样的粗活不用他去了我更累。萨仁高兴地说这些烧柴够我们用1冬天了，他都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日子。这个男人真够勤劳的，从来到他家就没闲着过，好多东西他都会，也有更多的东西他没听说过，尤其是蒙族的普通用具。不过好多人望而却步的东西对他来说好像可简单了。腾格尔问姐姐我们还用去捡牛粪吗？萨仁说不去了，他不习惯烧牛粪，我们以后不缺柴火了，咱们也不用捡了。萨仁以前不敢去山里，只能在附近捡牛粪晾晒到家门口，这下不缺烧柴了，还去捡那个干啥？3个人不停地收拾里里外外，院子里的草被清理出去了。我用平整的木头把整个院子铺一遍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整洁而有序。木屋周围摆起了1米半高的柴火，在院子外面还有一垛烧柴。每次进山回来我都累得要死，这是我故意装出来的，生怕这姐弟俩怀疑我。1个月后家里什么都不缺了，3个人准备过冬了。这一天3个人刚刚起来，外面有人喊萨仁和腾格尔的名字，姐弟俩跑出去一看是奈日苏大叔。奈日苏说他要去城里领羊，问他们去不去。腾格尔说去，不过他们的沉默哥哥也要去。奈日苏进入院子，指着木屋问腾格尔这是不是沉默弄的。腾格尔说是他可厉害了，让奈日苏看看他们家的院子。奈日苏挺高兴的说他们姐弟熬出来了。腾格尔好奇的问奈日苏大叔怎么知道是沉默哥哥弄的。奈日苏笑着说这是汉族人住的房子，是他们的建筑风格，他们蒙族住的是毡房方便迁徙，汉族人不用迁徙，住的是永久。腾格尔说他们也不迁徙了，用不着跟着水草走。问怎么不盖这样的房子。奈日苏说他们祖祖辈辈习惯了，等他长大了就知道了。又说以后他们姐弟不用担心狼群了，替他们高兴。萨仁说住着可安心了。奈日苏说走吧。萨仁和我走出了家门，我背着步枪坐在乐乐车前面，也就是副驾驶的位置，后面坐着萨仁姐弟俩。奈日苏问我还回去吗？说北疆草原漂亮吧。我说人是真漂亮，我也不想走了，家里也没什么人了。后面的萨仁听了眼睛都放光。腾格尔小拳头攥得紧紧的，抬头看向姐姐，脸上的激动无以言表。奈日苏说小伙子有眼光，北疆草原是最漂亮的地方，北疆草原的姑娘们也是最善良的。他今天开心多说了一些话。我说我看出来了。说完回头看一下萨仁，萨仁难得的红了脸。腾格尔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看向自己的姐姐，好像和平时不一样了。奈日苏大叔用他们语言抑扬顿挫的唱着草原歌曲，我很喜欢听，但是听不明白，抓耳挠腮。后面的萨仁和腾格尔看着我，不停的回头想知道唱的什么，看我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。还是那个单挑狼群的汉子吗？好像个求知欲极强的小学生。一路上4个人说说笑笑，唱唱停停的，总算到了城里，去了畜牧站。哈斯热情的和纳日苏还有萨仁腾格尔打招呼，问我是谁。萨仁介绍说这是他家的知青，叫沉默。哈斯欢迎我来到北疆草原，让我叫他哈斯兄弟。这人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我热情的和他拥抱一下，看他动作配合他。哈斯问他们今天是来领羊的吗？奈日苏大叔说是的，他家的6只羊全部领回去，在下大雪怕出不来了。哈斯问萨仁他们呢？萨仁不自觉的看向哈斯，看向萨仁，看到萨仁点头了，说好这就给我们办理。哈斯熟练的划去他们名下的存货。萨仁把自己家的马和车还有捆好的3只羊放到马车上，1匹马拉车后面跟着3匹马。我看到羊有公有母，回去以后找个机会收进空间里，让他们在空间里繁殖，将来就有吃不完的羊了。我想着来年再领一些牛放母，我的空间里就什么都有了。看到储存的熊肉这么多肉，够我们吃一阵子。回去的路上我赶着马车，萨仁坐在我身边，腾格尔在后面看着羊。萨仁偷偷看了我好几眼，我装作没注意到。这个姑娘心地善良又能干，我心想以后就在这片草原扎根了。腾格尔在后面哼着那日苏大叔教的歌，虽然跑调，但是欢快的很。我问萨仁那日苏大叔唱的是什么歌，萨仁说是赞美草原和姑娘的歌。我说怪不得他唱的那么起劲。萨仁笑着说那日苏大叔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歌王。我说有机会让他教教我。萨仁说只要我想学他也可以教我。我说那感情好，以后就拜他为师了。萨仁的脸又红了。腾格尔在后面喊说快到家了。我看着远处的木屋，心里踏实的很。这才来了1个多月，这里已经有了家的感觉。我们把羊赶进临时搭建的围栏里，马匹拴在木桩上。萨仁说明年开春羊就能下崽了，到时候羊群会
越来越大。我说明年我再申请多领一些羊，咱们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腾格尔兴奋地说，那他以后天天都能吃羊肉了。我说那是当然的，不光有羊肉，还有牛肉。萨人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信任，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会盖房子，会打狼，还会照顾人，最重要的是他说不走了。腾格尔跑去喂马，萨人站在我身边看着夕阳下的草原。我说这地方真好。萨人说是啊，这是他的家乡。我说以后也是我的家乡了。萨人低下头没说话，但是嘴角翘了起来。晚上我们吃的是羊肉炖土豆，这是我来之后吃的最香的一顿。腾格尔吃的满嘴流油，萨人不停地给我加肉。我说够了够了，再吃就撑着了。萨人说我干活累要多吃点。我说那你也多吃，别光顾着我。腾格尔在一旁偷笑，萨人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低头扒饭。吃完饭我把碗筷收拾了，萨人说让他来，我说没事我来就行。腾格尔趴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一天来回跑累坏了，我和萨人坐在炉子边烤火，屋里暖烘烘的。萨人问我想不想家里人，我说没什么可想的，父母都不在了。萨人说他和弟弟也是父母走得早才相依为命。我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谁也别嫌弃谁。萨人眼中泛着水光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我说早点睡吧，明天还有活要干。萨人点点头，回到自己床上。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心想这辈子就在这片草原上好好过日子。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，屋里却温暖如春。我很快就睡着了，梦里全是蓝天白云和成群的牛羊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，萨人已经在煮奶茶，腾格尔还在呼呼大睡。我没有叫醒他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我出门查看羊群和马匹，一切都好好的。太阳刚刚升起，草原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，美得像画一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清冽的空气让人精神一振。萨人端着奶茶走出来递给我，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香又暖。萨人问我今天有什么打算，我说先把羊圈加固一下，再去砍点木材回来。萨人说让我小心点，别走太远了。我说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腾格尔揉着眼睛走出来问怎么不叫他，我说让他多睡会儿，正长身体呢。腾格尔嘿嘿一笑，跑去看他的马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想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了，在城里受的那些气，吃的那些苦都值了。要不是那帮人逼我，我还来不了这么好的地方。萨人站在我身边，也在看着草原，阳光洒在他脸上格外好看。我心想这辈子就守着这片草原，守着这个姑娘好好过日子了。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我坐在车上，赶车的是萨人，我还真不会赶车。在我们前面的是奈日苏大叔的马车。走了一段路的时候，看到有狼群正在围攻一辆马车，那辆马车上4个人对着狼群开枪。奈日苏大叔喊我们当心点，他去帮忙，然后赶着马车加快了速度。我也把步枪的刺刀推起来，安装到步枪口处，让萨人坐到车中间来，我怕狼群把他给拽下去。我把一只站在后面的狼打死了，狼群分出来一些，奔着内日苏和我这2辆车冲过来。我站在马车上不停地开枪，冲过来的狼被我打死了6匹，还有10多匹朝着我这边冲过来。看到狼群进了，萨人开枪了，腾格尔也握着手枪射击。我有时间换子弹了，又一轮射击，这才阻止了狼群冲上来。我还不忘替那日苏大叔分担一些，来个远程帮忙。最前面的马车周围都有狼，他们4个人已经用红缨枪和弯刀阻止狼群冲上马车。草原的狼群比较大，应该是奔着马车上的羊来的。马车进了，我不停地开枪支援他们。狼群一看死伤惨重，狼王吼一声，狼群快速撤退。萨人停下马车，我回去把自己打死的狼装上马车。奈日苏大叔也把马车赶回去装自己打死的狼。前面车上的周建国喊我的名字，我高兴地和自己这个老乡聊天。有个蒙族大个子问周建国我是不是他的老乡，周建国说是我们是朋友，没想到他们今天也去城里了。我问周建国这是不是阿穆尔大叔家人，那个蒙族汉子伸出双臂自我介绍，叫巴亚尔，是阿穆尔的大儿子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要拥抱表示友好，也伸出双臂和他拥抱一下。阿穆尔大叔说已经清理完了，今天有大收获，本来以为今天回不去了，没想到遇到我们。他拿出来2匹狼，1加1匹表示感谢。我说不用，我们是邻居，有事会互相帮忙的。阿穆尔大叔不高兴了，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。萨人赶紧解释说我不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惯。阿穆尔大叔这才想起我是汉族人，好多生活习惯都不一样。他说念我是初犯，放过我，尤其是我还挺能打狼的。我赶紧道歉说不知道，这是不礼貌的行为，以后就会清楚草原礼节。阿穆尔大叔说这就对了，这是亲人的馈赠，朋友就要接着。我赶紧恭敬地接过来。那日苏大叔喊我们赶紧回去吧，别再横生枝节。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马车上，晃晃悠悠地回到了自己的家。3个人美滋滋地回来了。我把马匹牵进他们搭建的马棚，这个马棚和他们住的房子差不多，只不过搭建在木屋的西侧，搭建在这儿冬天的时候还能挡风。3只羊送进来的时候被我送进了空间里，这3只羊进入空间见到数不尽的青草，吃得非常欢快。我给他们划分了区域，别让羊踩碎了禽蛋。晚上做饭的时候我煮了10几个鹅蛋。当吃饭的时候，萨人看傻了，问这是哪来的？我说从湿地捡回来的，出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一大片湿地，也有不少野鸟下点蛋，应该没问题。萨人说我去了那么远，以后不要去了，那边的狼更多，让我们吃饭吃完了还要剥狼皮。萨人真替这个啥也不懂的我担心。我说今天晚上又要让他们受累了。萨人说这有啥累的，总比2天不吃饭强多了。萨人说完就后悔了，把自己最窘迫的时候说出来。我听了他的话没来由的心中酸楚，告诉他放心，以后这个家有我，不会再让他们饿肚子了。萨人开心地点点头。我和腾格尔笑了，一晚上的艰苦奋斗，腾格尔和我2个人剥狼皮，狼肉交给萨人做肉干，直到天亮以后他们才敢玩火。吃了点狼肉，经过萨人处理完的狼肉没有腥味，还挺好吃的。吃饱了的3个人，我从空间里取出来一些青草去马厩里喂了马匹。空间里的3只羊被我放出来了，然后才回房间睡觉。中午的时候我起来了，看到萨人正在做饭。我问腾格尔呢？萨人说他去马棚了，应该是看马去了。萨人这2天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我也去了马棚，先喊一声腾格尔，他说在这儿让我看看咱家大马可听话了。我进来以后，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清了这匹大白马。这匹马个头高大，长得非常健硕，旁边还有2匹略矮一点的枣红马，最小的是一匹青梨花。我用手摸摸大白马，这匹大白马还打个响鼻，我挨个摸摸。腾格尔问我会不会骑马，我说当然会了，一会儿吃完饭牵出来试试。我会骑马吗？老天爷知道，但我很向往。腾格尔很欣喜说他也好久
久没骑了，又能骑马了。两个人回到家里，腾格尔催促他姐赶紧吃饭，一会儿带着我去印马。萨人说一会儿他也跟我们去，以前哪有时间看风景，现在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三个人吃完了饭，萨人把家里的马鞍子拿出来，我和腾格尔把马都牵出来，萨人把马鞍子都放置到马背上，在马肚子底下卡紧了腹带，马鞍子被牢牢地固定在马背上。萨人牵过来大白马，这是他从小骑到大的。腾格尔骑着自己的枣红马，另外一匹交给了我。我把马牵过来，脚踏马凳，一个漂亮的翻身上了马背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从那边掉下去了。萨人看着狼狈的我笑起来，腾格尔趴在马背上笑。他们从小就会骑马，骑马对他们来说就像你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差不多。我站起来，重新左脚踩马凳，右脚抬起，从马背上迈过去，稳稳地坐到马背上。这匹马看不上这个摔货，上个马还能摔下去，马不停地打响鼻。萨人骑着马先出了院子，腾格尔紧跟着，我这匹马都不用催促就跟着出去了。我坐在马背上美滋滋的，突然豪情万丈的想要吟唱一首歌，喊了一声马儿你快些跑。这匹马真的听懂了，枣红马一撅，我从马屁股那边掉下去了。腾格尔笑得不行，我愣住了，站起来问马呢？萨人笑着牵过来告诉我，用2条腿夹他肚子了吧，这是催促他跑起来的动作，他很明白的。马以为我要他跑起来，这不就把我扔下去了。我牵过马匹再次骑上去，一路上听着萨人告诉我要领，怎样和马交流，什么样的指令都不一样，我听一遍就记住了。三个人到了河边，让3匹大马和跟来的小马都喝到了水。萨人说回去吧，我2腿一夹马肚子，马匹加快了速度，我前身压低屁股稍微离开马背，2只脚用力踩着马凳，枣红马越跑越快，萨人吓得花容失色，赶紧催马紧追。腾格尔也担心的看着前面的我，赶紧追上去。我到家的时候提下马缰绳，枣红马缓冲一下停下来，我太兴奋了，终于成功的骑一次马，这次的驰骋让我心满意足。萨人说我太着急了，还好没出事，马匹要是暴躁起来可危险了。我说我知道，牢记他告诉的注意事项，我得尽快学会骑马，开春了要放羊的，不会骑马就得骑羊。萨人笑着说让我还是学骑马吧，别把羊吓到了该不吃草了。他看我没事，已经不用担心了，也放得开了。腾格尔也回来了，说我们骑得太快了，把马匹牵回马棚。我说今天我去做饭庆祝我可以骑马了，说完就去了厨房。萨人跟着腾格尔把马匹牵进马棚，我进了厨房，把自己储存的包子拿出来20个，还做什么饭，储存的包子馒头都有几百个。萨人刚进来问我这是我做的包子吗？我说是来的时候买的正宗的京城包子，刚才热了热，我拿给萨人让他们吃饭。萨人说明天带我练习骑马，我说那感情好，骑着马驰骋在北疆草原那感觉太美好了。我还在回味刚才骑马的过程，萨人给我描绘着美丽的北疆草原，说夏天才好呢，到处都是翠绿翠绿的，天上是蔚蓝蔚蓝的，还有好多鸟类，草地上是白花花的羊群。腾格尔跑回来吃饭，坐下来以后正是吃晚饭。萨人说明天带我骑马，问腾格尔在家里照看家行不行。腾格尔说他也想去，他正是贪玩的年纪，怎么能愿意就留在家里。我答应了带他一起去，萨人也没办法，本来还想着单独和我待一会儿，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。第二天早上吃完了饭，3个人牵着马出了家门。我上马的时候，腾格尔一直盯着我，还想看热闹呢，没想到让他失望了。我这次上马很熟练了，3个人开始的时候骑着马慢慢走着，然后加速一些，最后骑着马肆意驰骋。萨人和腾格尔除了睡觉不骑马，多数时候都是长在马背上，我的这点速度还不会让他们落后，跑跑停停的一上午。我说回去吃饭吧，骑马真挺有意思的，马都出汗了。我和萨人、腾格尔骑着马慢慢往回走，萨人罕见的红着脸问我是不是真的能留下来。我说不走了，一个人去哪儿？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成，这么辽阔的北疆草原我好喜欢。萨人说我可是大城市来的，不敢相信。我说他知不知道不管多大的城市，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有多孤独。我不喜欢孤独，我喜欢美丽的北疆草原。还有，我赶紧收嘴，差点说秃噜嘴了。萨人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但是又不敢确定，心想这个傻子要么说全了，要么别说，给他出个思考题是啥意思。他思来想去也不敢确定。3个人回到家里吃完了饭，我又出去骑马，这次是我一个人在马背上折腾。远处的萨人骑着大白马看着我，不停地练习各种动作，不时地掉落马下。几天下来，马术被我练习得炉火纯青。腾格尔给我竖个大拇指，说我真牛，还会瞪里藏身呢。我说不学好了，马术遇到狼群没法作战，我可不想光挨咬不还手，我学什么都认真。我发现自己家里武器弹药不够用，问萨人武器弹药去哪里买。萨人问我要什么样的，说我这种得去城里有个商店专门卖给他们武器的，什么样的武器都有的，有钱。我问啥价知道吗？萨人说我这种200块钱，这种100块钱。把他的手枪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还有1500多块钱，应该够买2支步枪和2支手枪了，再多买一些子弹。我说我有钱，明天我们去买枪，问他们会不会用。萨人说会，草原上的人基本上都会。我听完放心了。清晨吃完饭，萨人要去套车，我说不用了，我们骑马走，速度也快，我喜欢骑马。萨人说行吧，骑马快不少，反正也不买什么沉重东西。3个人骑着马奔跑的速度快多了，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城里。萨人轻车熟路的带着我到了这家商店，把马匹拴在外面进了这家店。萨人拿出来身份证明，售货员看到证明知道了他的名字，问他要买什么样的枪。萨人说让他问我就行。我说要56式半自动步枪2支，54式手枪2支，每支步枪配500发子弹，手枪配弹200发，再给我6个备用弹匣4颗手雷。售货员开始扒拉算盘子，说一共830块钱。我把钱交给了售货员，很快就把这些东西拿给我。我把备用弹匣压满子弹，新枪也压上子弹，手雷揣进兜里，其实被我收进空间了，多余的子弹用布口袋装起来。3个人离开了这家商店，在京城可没有这样的商店。萨人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说这是对他们的照顾，为了防止狼群袭击，为了人身安全，才有这样的商店，不拿着他们的户口买不到。我这才明白，合着我的户口还不行，不是有钱就能买。3个人中午吃点东西往回跑，每个人背着1支步枪，腰间还有1支手枪，我身上带着2支，我可不想为狼武器多点人安全。过完年以后，春暖花开了，多领取点羊群，1年就赚回来了。3个人跑得正高兴的时候，后面几十匹狼追上来，我催促他们快跑，不用管我。腾格尔不服输，说我看不起草原上的男人。我骑着马单脚踩在左侧马凳上，身子悬空，用右手持手枪开枪。
清空了弹匣，然后返回马背上加子弹。狼群冲上来带头的狼被我打死，腾格尔也像我一样开枪。萨人身子向后一躺，直接向后开枪。我余光看到以后，心想这能打中吗？让我意外的是，枪上把还是个女枪手。打了一会儿，狼群越来越近了，我突发奇想来个张果老道骑驴，端着步枪向后打，10中2-3。萨人和腾格尔要不是正在对抗狼群，都要笑出来了。我趴在马背上开枪，由于这个姿势，脚离开了马凳，马匹跳跃的时候把我颠下去了。我也不着急把刺刀安装好，既然掉下来了，也就不跑了。子弹打空了，开始肉搏战。2匹马又回来了，不停地对着狼群开枪。萨人靠近我，喊我快上来，我一闪身跳上大白马的马背，用手枪对着狼群开枪。腾格尔在前面跑，我们2个人在后面，2个人1匹马，速度有点慢，我不时的回头开枪。我的那匹马跑向大白马靠过来的时候，我翻身上了自己的马，这下不能瞎整了，差点把这姐弟搭进去。跑出很远，狼群不追了，他们也是受体力限制的。野狼跑到了极限，马匹上面有人，而且还用枪阻止他们靠近，没有枪早就成为狼的口粮了。我回头说去看看那些狼尸，萨人笑着说回家吧，早让狼给吃了，没吃到我们，他们太饥饿也会蚕食同类的。我说白搭子谈了，我们回去吧，也不再纠结了。3个人骑着马向自己家跑去，回到家吃顿晚饭，赶紧睡觉。萨人家木屋内，我睡不着，问萨人冬天狼会不会出来。萨人说冬天的狼最容易攻击牧民，因为到了冬天他们的食物更加匮乏，把人和牲畜当成了他们的食物来源。我问以前他们遇到过吗？萨人说怎么不来，以前他和小弟都不愿意过晚上。萨人也没了睡意，问我说喜欢北疆草原还喜欢啥来着？他没想明白，终于忍不住问出来。我说草原上还有个姑娘。说完自己脸红的不行。萨人听到以后既开心又不知所措，半天没有回音。我叹口气缩进被窝里。萨人说他也喜欢我，说完钻进被窝里去了。我不敢相信，还偷偷咬了自己一口。没睡着，萨人说的那是真的。我嘿嘿一笑，更没有睡意了。萨人家木屋外，早上起来的时候想要上厕所还得走出院子，冬天经常有狼光顾，厕所这玩意得安排上。我吃完饭拿着铁锹到了木屋后面10米远的地方，挖出来5米乘以5米的坑，然后用2寸厚的宽木板铺在上面，留出来30公分宽的一道缝，周围用木方子搭建一个木屋，比划方向修出来一条长廊通往住人的木屋。长廊上面也是齐脊的房盖，在木屋后面掏出来一扇门，这下从屋里直接去厕所，离10米远这里再来一扇门，什么味道也不会有，冬天夏天上厕所都安全。萨人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从这里开门直接就可以去厕所了，厕所里有铁窗，光线还挺不错的，夜里的时候有手电筒，我把手电筒放到门上。腾格尔和萨人看完相当满意，没想到我还能想出这样的办法，我心想我得多怕死，恨不得给自己弄个乌龟壳。腾格尔说以后咱们家来多少狼都不怕了，让我做几个小孔，咱们还能开枪打他们。我一听有道理，掏出来几个10公分见方的小孔，平时用掏出来的木块堵上。萨人问我们俩行了吧，我说还不行，天天闲得难受，明天搭一个2层保暖。萨人不明白什么是2层保暖，第2天他明白了，我用长长的木杆子，一根紧挨一根斜搭在屋檐下面，用钉子钉牢，把外面的柴火抱进来放在木杆子底下，这有多大风都吹不进来，还有干柴火用。萨人家木屋内，等他们都准备好了，大雪也如约而至，草原上已经开始刮起了冷风，进进出出没有棉衣服可不行，我买了不少棉花和布料，狼皮已经铺在床上了。木屋里我留一道缝，冬天烧炉子用，每晚上温度也非常高。腾格尔每到白天的时候都出来在门口坐一会儿，萨人有时候也出来。家门这个位置没有用木杆子做2次保暖，方便人进进出出，这里也是他们出来晒阳光的地方。萨人让我们2个透光，他去厨房做饭了。萨人到了新厨房，打开厨房里面的窗户，透进光以后，厨房不再是黑暗的，只不过光线微弱。我和腾格尔坐在门口，我问腾格尔他们北疆草原上成婚都需要什么流程，腾格尔说他就参加过一次，可热闹了，详细的他也不知道。我又问阿穆尔大叔知道吗？腾格尔说他肯定知道，那日苏大叔也会知道。腾格尔问我一直问这个想干什么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我说没什么，就是打听打听，将来也许会娶一位草原上的姑娘。说话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。